最近微博电影之夜线上荣誉推荐第一阶段名单正式公布，圈内外讨论的热度一下子就被点燃了。谭健次这次一口气拿下3个提名，个人入围微博网友年度瞩目男影人 TOP 5，他领衔主演的震耳欲聋跻身年度喜爱影片 TOP 5，而他特别主演的空腔也顺利进入年度期待影片 TOP 5。说实话，看到这份名单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并不是意外爆冷，而是水到渠成。这几年，他从偶像舞台稳步跨进影视片场，没靠通稿硬捧，也没拿热搜造势，而是实打实的靠一部部作品慢慢攒口碑。咱们现在回头看，他这次的3题同框，更像是一张阶段性的成绩单，而不是运气加持的偶然。我个人一直有个观察，在当下这个流量与实力经常被人为对立的环境里，能同时拿到演员个人荣誉和作品荣誉的双重认可，本身就说明行业和市场对他的定位已经越来越清晰了。这不是偶然踩中风口，而是长期主义跑出来的结果。细看年度瞩目男影人这个提名，其实挺有门道的。瞩目这2个字听起来好像偏向曝光和热度，但放在电影评价体系里，它真正指向的是观众对你专业能力的持续买单。谭健次这几年的镜头状态，肉眼可见地稳了下来。早年间大家可能更多记住的是他的唱跳功底和舞台表现力，但最近几部戏里，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在做减法，不抢戏，不炫技，而是把情绪往细节里藏。比如眼神的收放，台词的顿挫，甚至是一些肢体微表情的控制，都透着科班训练和片场打磨的痕迹。我个人觉得，演员的厚度从来不是靠角色数量硬堆出来的，而是靠对每个角色的敬畏感一点点磨出来的。他这次能稳稳进 TOP 5，说明观众已经不再把他当跨界试水的艺人来看，而是真正把他放进了电影演员的坐标系里。这其实挺不容易的，毕竟转型这条路，多少人走了一半就退回舒适区了。他能站稳脚跟，靠的肯定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镜头前自律。再聊聊震耳欲聋这部片子，作为领衔主演，他扛起了整部戏的叙事重心和情绪底盘。从目前已释放的物料来看，这应该是一部偏现实向的作品，节奏可能偏沉，但情感张力很足。主演这类题材，最怕的就是演得太满或者压不住场，但他处理得很聪明，用了一种克制的方式去托底人物的复杂性。你看他近期在采访里反复提到留白这个词，我觉得这真不是宣发话术，而是他在片场摸爬滚打后总结出来的创作方法。咱们不妨想想，现在的观众早就看腻了那种情绪外放，全靠哭戏和爆发力撑场面的表演，反而更吃那种心里翻江倒海，面上却波澜不惊的质感。这部电影能挤进年度喜爱影片 TOP 5，说明它不仅在口碑上立住了，也在情感共鸣上打透了。我个人挺期待它上映后的长尾发酵，毕竟现实题材从来不怕慢热，怕的是缺乏生活的毛边和人性的褶皱。只要真东西在，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另一边，空腔入围年度期待影片，其实也耐人寻味。特别主演这个身份，往往意味着戏份不算最多，但必须在关键节点上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这种角色其实更难演，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篇幅去铺陈人物弧光，只能靠精准的节奏感、强烈的存在感和恰到好处的爆发去抓人。从预告和路透来看，他在空腔里的形象和震耳欲聋反差挺大，一个是内敛沉郁，一个是外放凌厉。这种快速切换的能力，恰恰是现在影视工业化最看重的类型片是配度。我个人一直认为，一个好演员的标志之一，就是能让观众忘了他是谁，只记住角色本身。谭健次在2部戏里呈现出的截然不同的状态，说明他已经在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表演舒适区，而不是躺在某一种成功模式里吃老本。当然，期待值越高，上映后的审视也会越严，但话说回来，观众愿意把期待2个字提前给到一部还没公映的作品，本身就是对主创团队专业度最大的背书。这种信任得用成色去还。把这3个提名放在一起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多赛道全面开花。但这背后其实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行业变化，如今的影视评价体系早就不是单维度的了。以前可能只看票房数字，只看主流奖项，现在平台数据、观众口碑、专业评审的权重都在重新分配。微博电影之夜的线上推荐，本质上是把大众选择权明明白白地放在了台面上。谭健次能同时吃下个人荣誉和2部作品荣誉，说明他的受众基本盘很稳，而且从关注到认可的转化效率很高。咱们平时总爱讨论流量反噬，但其实流量本身没有原罪，关键看你怎么接，怎么用。他把流量当成了敲门砖，进门之后却选择老老实实练基本功，不急着变现，而是耐心沉淀。
我个人观察，近2年不少年轻艺人都在尝试类似的路径，但能真正走到作品反哺个人反哺作品这一步的还是少数。他这次的入围，算是给这条路径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注脚。顺便聊聊微博电影之夜这个活动本身的定位变迁，他这几年一直在做调整，从早期的红毯拼杀、造型内卷，慢慢转向作品导向加网友互动的双轮驱动。线上荣誉推荐第一阶段完全由网友投票推进，听起来好像有点饭圈化，但仔细品，它其实是在用一种很直白的方式测试一部作品或一个演员的真实市场水温。数据可以短期操作，但长期积累的观众缘、角色讨论度和口碑复购率是任何团队都刷不出来的。谭健次这次能稳进3个 Top 5，离不开他平时对角色的扎实投入，也离不开团队在宣发节奏上的克制，不强行造梗，不过度消费角色设定，而是把解读空间留给观众自己去感受。我个人一直觉得，现在的影视市场最稀缺的就是真诚2字。你糊弄观众一次，市场就冷你1次；你认真对待每一场戏，观众自然会把你拖起来。这种双向奔赴的生态，才是行业能健康运转的底牌。最后提一嘴文末那个小彩蛋，票票也为小炭火们掉落一只北影节的现场小碎片。这种互动操作现在挺常见，但放在谭健次身上，我倒觉得挺契合他目前的职业状态。不张扬，但留有温度；不抢风头，但懂得和观众保持良性共振。其实演员的路从来不是100米冲刺，而是一场拼耐力的马拉松。北影节也好，电影之夜也罢，都是沿途的补给站，真正的考验永远在下一个剧组、下一场戏里。咱们作为观众，当然期待他未来能带来更多惊喜，但说实话，我更希望他别被惊喜这2个字绑架。踏实进组，慢慢沉淀，偶尔出来跟大家聊聊创作心得，这就够了。我个人始终相信，好演员的保质期从来不是看能红多久，而是看能走多远。他现在的节奏不急不徐，挺对的。总的来说，这次微博电影之夜的提名名单，与其说是一次荣誉的加冕，不如说是一次行业的共识确认。谭健次用作品交卷，观众用投票回应，平台用机制搭桥，3方合力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理性，也越来越成熟的影视生态缩影。当然，提名只是起点，正片上映、口碑发酵、市场检验，每一步都还得踏踏实实的走。但就目前的轨迹来看，方向是对的，步子也是稳的。咱们不妨把期待值放平，把注意力留给荧幕上的光影和人物。毕竟，好演员从来不需要靠热搜续命，好作品也从来不怕时间沉淀。剩下的就交给镜头，交给故事，也交给每一位愿意坐在黑暗里认真看完一部电影的观众吧。